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低开高走，大家害怕的恐慌抛售并没有出现，那说明这是机会吗？阿哲依旧认为，这可能还是下跌趋势中的反弹行情。英伟达财报后暴跌，而昨天开始止跌反弹，这里可以买入吗？微软周线有信号，这里有机会成为超跌反弹的起点。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还是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97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最为关键的，有关于指数目前的环境，我们要看清楚目前行情的一个走势方向，它是更加倾向于做多还是做空，而后我们再去做出有关于个股方面的决策和战略布局。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要讲到的是指数背离、日内变盘点和日线的趋势分析，而后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再去进行个股的分析。那么阿哲呢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科威、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和 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么其中标记相对灰绿色块的这几只标的呢，可能是在个股上认为有相对多头倾向的，那么其余个股呢，要么是偏中立，要么呢可能是偏空头的一个表示。我们具体后续会实际的去讲解会更加详细去说到。那么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您会发现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所以一般阿哲的视频时长呢会偏长，但是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个内容您都感兴趣去观看的，所以阿哲也把所有的内容基本都分好了时间段落，做了时间轴，那么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就可以跳转到所对应的视频内容当中，可以节省您不少的时间，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指数的背离。不过在此之前，阿哲做一个简单的前期观点的阐述。那么最近我们画了一些支撑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23400这个价位呢，我们需要去好好关注只要在这个价位之下，那么目前的美股市场这个震荡，它的倾向呢就是往下去破位的概率是极大的。而后续的市场反弹只要呢连23000都无法去触摸，或者说去有效站回去，那么后续的下跌大概率应该会是永加速下跌。所以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就23000这一个数值，短线可以看，像前期这一波反弹是站到23000之上2天出现下跌，那么这一波反弹呢它是站上了1天出现下跌，所以价格走势呢，它的一个幅度，低点是在创新低的，高点是没有创新高的，所以它的走势在蓄势，然后这种蓄势呢方向是向下的概率是极大的，所以当前的走势这个破底行为是大概率会出现的行情，只是它是先反再破，还是直接呢往下去破的一个区别，这是阿哲一直以来保持的一个观点。所以当下的这一波市场上涨，我们依旧关注23000，大概率是不太容易碰到，或者说碰到但是很难站上去，这样的话呢就说明我们的预期是对的，它呢依旧在走一个下降的趋势，只待一次加速下跌。那么我们再看到指数背离方面，指数背离呢，它是一个我们讲了应该好几个月的内容了，从高点背离到现在我们提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背离它会让我们把握到一些高点和低点，我们对于这个内容再次重申一次，因为有一些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这个内容可能不一定学过我不一定会，所以要教一教。如果是老同学可以把这部分跳过，如果您是已经特别熟练的可以不用去重新的去复习。好，我们看一下所谓的背离。那么这个背离呢，它其实就是两个指数放在一起去观察，上方呢是一个纳斯达克指数，下方呢是标普500指数。我们不讲太多复杂的理念逻辑，我们就讲它的一个用方法。如果你发现纳斯达克指数有一个重要的高点，这种高点最好是中期以上会好一点，它的效果会更佳。好，那么看到标普这里之前它曾经也是一个中期高点，但是后续它被突破了，当时是这个地方首次突破，这个首次突破的地方你会发现对应的纳斯达克指数它是没有去突破对应的同一个时间的高点，也就是说有一个中期以上的高点，那么纳指呢是没有被突破，而标普呢早就被突破了。这种行为，一个新高一个没有新高，在同一个市场当中，两个关键指数的不同步，这种叫做背离，指数背离。这种背离如果是上涨时出现，叫顶背离，它容易产生的是市场的高点信号。所以当时这里有背离，市场呢出现了下跌，后续呢标普再次在左高附近去尝试突破，
又有背离，因为它还是没有突破。所以你会发现纳斯达克指数之前在左高附近的这些高点，其实如果您看得懂这种背离，你就会知道每次标普新高它都是假突破的概率会更大，因为纳指呢没有同步，那么它大概率就是假突破。所以这种往上去向上标普新高的行为，对于纳指来讲就是一种风险的预警，这种叫顶背离。那么这3次的高点，我们曾经都用这种方法去提醒过风险，特别是最近的这一次啊，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这里为什么要逃顶啊？就是因为顶背离后的一个下跌，当时也是明确提醒了风险。所以这里呢，如果当时有听阿哲的视频，那么逃顶的概率你应该是比较大的，至少会去减仓，而不会去因为新高而去加仓。好，那么现在为什么走到这个附近，你会发现不管是标普还是纳指都在震荡呢？因为它有一个局面，就是往上走有顶背离，往下走又有底背离。这个底背离看的是前面这一个低点。好，这个低点呢，它也算是个中期低点啊，它也是标普数月没有破的一个低点。但是所对应的低点呢，纳指是破了很多次了，跟之前的高点有点相似啊，只是反过来而已。好，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天的下跌，标普是没有破左低的，而纳指破了左低，所以这种叫底背离，这个低点由此而生。那么纳指2次回踩继续往下跌，那么是不是同样的标普依旧没有去创左边低点？所以这里呢依旧产生了一个往上的动作。往上时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风险呢？因为标普又新高了，又站在了之前上一年10月份前后这个高点上，然后纳指还是没有，所以这里呢是顶背离，股价呢往下跌。好，往下跌的时候，你会发现标普呢又把左边低点给打穿了，所以又跌下来了。所以就有一个前方的不断的假突破，到目前不断的一个假跌破，所以底背离顶背离反复产生，市场呢就维持这种震荡的格局。而你会发现这一次下跌是吧，它还是标普没有破左低，所以这里呢再次形成了一个反弹的动作。好，但是你要注意了，那有同学说那这样搞的话，那一直震荡吗？也不可能，它总会有一个强弱对比之分。比如说现在啊，你会发现一个行为，就是左高啊，纳斯达克指数离这个之前的那个高点它越来越远了啊，不像之前是越来越近，现在是越来越远。而后呢，你会发现这种背离的动作，距离左低标普呢是在靠近的。那么两者之间是底背离被同步修复的概率更大，还是顶背离被同步修复的概率更大呢？还是顶背离被同步修复的概率更大呢？你会发现是纳斯达克指数距离前高的距离，还有下方标普距离前低的距离，两者之间谁更容易？很明显，市场会往更容易发展的方向去倾向发展，所以底背离被修复的概率会比顶背离修复的概率要更大。所以当下呢，我们就认为每次的反弹都应该是以逃生门的角度去对待。特别这种反弹到了左边标普的高点之上时，这种顶背离它会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的一点。这是我们对于背离行情以及后续背离修复的倾向，我们做了一个阐述。目前大概率事件啊向下，而后小心每次的反弹所形成的顶背离行情的高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二部分，叫做日内的时间变盘。从第一部分我们讲到是日线方面相对波段的一个风险在酝酿，市场下跌的概率、破位的概率更大。而我们在第二部分讲的是日内时间变盘点，并且我们提醒过很多次啊，如果您是波段投资者，您做的是中线甚至是中线以上的，其实目前的美股行情至少你应该是做减仓，而不应该是不断的加仓，或者说你更多应该是休息为主。那么如果你是想做短线日内，或者是呢未来你想要把握更好的买点和卖点，那么我们在日内变盘点当中呢，可能对您会有比较大的帮助。所谓的变盘点，它呢其实就是阿哲认为哪个时间点容易产生高点和低点的时候。之前日线上我们也有分享过变盘点，那么日内呢它也存在变盘点。那么我们在美股盘前广播当中呢，是基本每天都会去发布去进行更新。像之前讲到的2月27号的盘前是吧，有2个变盘点，11点30和3点15，都是香港时间阿哲这边的一个时区。那么在2月27号的11点30分，是不是在这附近形成了一个反弹高点？而在3点15分，市场出现了下跌的低点。那么在3月2号的盘前广播，也就是昨天盘前，阿哲公布了3个变盘点，在盘前的信息当中，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啊，应该或多或少啊会有机会看到。好，第一个变盘点11点45分，是不是开盘的第一根 K 线，也就是美东时间9点45分。好，那么这一根 K 线呢，因为是下跌，然后低开高走，后续产生底分型，所以这个变盘点呢，就绝大概率是一个低点了。在12点15分的时候，市场呢出现强势上涨，那么这里呢见到一个高点，不过这个高点呢，它是一个小高点，整体呢并没有引发太强的下跌，只是一波单边上涨之后啊，后续形成了一个震荡。而在3点的时候，凌晨3点，
产生了一波回调连续阴线后的止跌上涨啊。当然这波上涨呢相对比较弱势，突破之后呢就走下跌了，这就是一个日内变盘点的一个效果，在关键的时间附近容易产生高点和低点的变盘。如果您做短线啊，或者说您平时做交易时想要更加精确的买到一些跟指数同步的高点和低点附近，可以根据这个变盘时间去观察，尽可能不要在高点变盘附近去买入股票，而是在低点变盘附近去买入股票。而卖股票时也尽可能呢在高点变盘时去高抛，而不要在低点变盘时去随意的割肉。那么这是之前2期的一个变盘点，我们盘前可以看到。那么接下来呢，阿哲说一下今天最新的第一个变盘点，那么是23点30分，也就是说是阿哲这边啊11点半美东时间，大概呢是10点半左右。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那么其余变盘点，阿哲在录制完视频之后会去编写盘前广播，那么写完之后会在盘前广播当中呢去体现啊我们今天的一个变盘时间。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有关于美股指数背离，以及呢第二部分日内的变盘点的一个分享。希望这2个部分能够让您对于指数目前的环境有一定的认识，和在操作上有一些帮助。那么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宝贵点赞啊，宝贵的小红心。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底下评论区啊，您可以点击之后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对阿哲的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视频底下啊点击订阅按钮。那么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呢，会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了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和研究美股行情。您顺便也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点开，只要点开这个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之后，您就可以首先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了，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所以这个铃铛啊可以全部点开。而您只要订阅了阿哲，那么阿哲呢会赠送大家双重订阅粉丝的福利啊，特别呢是针对我们的首次观看视频、首次订阅的同学，像盘前广播就是其中的一重福利。阿哲每天盘前开盘之前都会去发布，您点击右上角弹窗小卡片，那么找到助教老师，可以跟他说啊，您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是新同学，这样呢能够体验啊我们每天的美股盘前广播。那么希望这一个盘前的广播和日内变盘点能够帮助到您的交易。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呢是日线趋势的分析。我们更加具体的来分析目前日线行情所存在的一些支撑位和压力位，以及目前趋势的倾向是多头还是空头。我们现在来看到图表。那么当前呢，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图表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颜色的指标啊，可能跟大家的图表不太一样，会有一些指标的信号的体现。那么这里阿哲呢简单做一个使用的一个讲解，因为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呢，我们也会频繁用到这一个指标模板。这个指标呢叫做山海趋势图，也是阿哲呢赠送给各位的第2重粉丝订阅的一个福利。您呢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特别是新同学，就可以去体验使用山海趋势图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的使用，我们要关注一点，就是它的一些趋势的表现。它呢可以让我们去识别2种趋势，一种是中短线趋势，图中的紫色带和黄色带；另外一种是中长线趋势，图中这条白色线叫龙门线。那么当下呢，我们主要关注中短线的一个走势的话，你要看到是它为黄色飘带，黄色飘带就说明它是一个下降趋势。下降趋势的结构正常就是股价下跌，它是以空方力量为主，那么反弹的多方力量一般会较弱，所以会跌多涨得少，跌多涨得少，那么它就容易创新低，而不容易创新高。所以在黄色带的区间之内的股价走势，它的一个习惯性呢，你会看到就容易是下跌，然后反弹，下跌，创新低，反弹没有新高，下跌有新低，反弹没新高。所以当前的行情走势如果维持一个本级别的下跌，那么左边的这种高点一般是不会被突破的。所以当下呢也确实每个高点都在降低，也已经呢有很多次的低点也再次被回落新低，所以当下这次回落它去打破左边22,256.76的概率是极大的。所以当下这一笔股价哪怕后续会先反弹，那么阿哲认为它方向大概率也是会往下去下跌。而反弹时要关注的是，除非这波反弹直接很快速的突破这个高点，当然这种高点呢它突破其实意义也不大，我们关键点不是这个高点，关键点是左边这个高点。我们在下跌行情当中所要看的高点，最关键的不是在其中所反弹所产生一些小高点，而应该是当边下跌时这种反弹所形成最后的那个高点。所以当前呢最后的一个反弹时的高点呢应该是这个高点，所以这个高点是结构性的高点。如果这一波回调它顺势
击穿了，有一个新的低点产生了，那结构性高点就会下移到最新的这一个高点上。目前呢还没有，所以目前的关键结构性高点是它，所以这个高点其实也在23400附近。到目前的行情，如果真的要走出反转，它的一个难度是有的，它得要不破左边低点，往上能够突破结构性高点，那么后续的回踩就可以做回调买点。但当下呢还远，所以我们关注一下黄色飘带，它除了界定它的趋势是向下的，还有就是它是一个压力。价格只要是黄飘带，那么股价反弹的时候，这附近一旦收弱势 K 线、滞涨 K 线就是风险啊。只要是黄色飘带反弹到飘带附近啊，只要走弱就是一个风险。那目前呢是不是又是一个反弹到飘带附近？昨天为什么回落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已经进入到飘带区间，飘带的压力呢有2个，一个呢是下沿，一个是上沿。我们的下沿和上沿的数值就是这2个数值 22,796.91 和 23,020.67， 这是我们的2个压力位。你要小心的是遇到这个压力后出现的收阴线，或者说遇到这个压力后的收阴线啊，都是反弹高点的一个预警。所以从我们的日线级别，当下就是中短期顺势下跌，每次上涨以反弹对待，除非能够突破飘带的压力以及打破结构高点，那么趋势方向才有机会改变，否则一切以反弹对待。那我们再看到更细致一点，比如说看到60分钟、1小时，从当下的60分钟来看，你也会看到在日线上所产生的这波下跌，在60分钟其实已经是龙门线向下，也就是说60分钟本级别中长线它的趋势也是向下的。那么这种呢就更难以去打破了，它的压力呢将会在这里形成。那么市场是不是只要打到龙门线附近出现这种黄色 K 线，一般意味着就是高点信号，就是黄 K 是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一种高点滞涨信号，只要在这附近出现，出现了破位就要小心了，它就是空方趋势下的一种风险信号。黄 K 跌破，黄 K 只要被跌破，目前是不是反弹到黄色带附近又有黄 K？ 如果龙门线向下，黄色带向下，反弹有黄 K， 黄 K 有跌破，一般这种地方是做空点，是空方的点。当然如果它黄 K 跌破的时候是一个紫色带，就要注意紫色带的一个支撑，哪怕你做空，所以你要注意了，这附近是有支撑点的。而如果你在出现黄 K 跌破之后做空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飘带是直接被跌穿的，反抽一般是加仓点。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在趋势运行当中要去注意的一些关键点位，哪些呢适合做多，哪些呢适合是做空，而不能随便买入做多的。所以如果您是新订阅的同学，安装了上海趋势图之后呢，你要注意了，目前纳斯达克指数从日内来看，1小时图如果要走强，干嘛呢？不要跌破这个黄色 K 线，而是往上去突破这个龙门线，飘带由黄转紫色，在这上方的一个回踩买点将会是比较好的介入点和抄底。现在呢是还不行，还不是很好。以上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指数背离、日内变盘点和日线的趋势分析。那么特别是第3点所讲的趋势分析，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频繁的用到，所以大家呢可以认真的回顾一下我们所讲的一些使用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在讲个股解析之前，那么阿哲呢要再去提及一下，我们如果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那么阿哲一般呢对于订阅粉丝同学、新同学会有2重的福利给到大家去提供。那么第一重福利呢是我们的上海趋势图，比如说是刚才阿哲呢所给大家去展示的一个趋势的分析方法。那么这个上海趋势图的指标模板呢，大家如果是订阅同学，那么可以跟朱耀老师去领取1周的体验权限。第2重福利是我们的盘前广播，阿哲呢每天开盘之前都会去写的一些文字信息，有日内变盘点，有点位的空间预测，这是第2重福利。那么第3重福利就是一些内部的进阶课程，我们不会对外公开，只会针对订阅粉丝同学和财神朋友进行了一个内部知识讲解。这3重福利，大家在订阅之后可以点击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到助教，然后去领取这3重福利。同时您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阿哲在置顶评论当中也发送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这2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么大家注意的是，我们第3重福利当中每周的课程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像本周呢，我们的主题班课是叫做趋势破译，从预见到看见。那么如果能够读懂趋势，那么对于个股交易上来讲，你的胜率也会大大提高。很多时候我们去买到高点或者说卖到低点，是对于趋势的把握可能不太擅长或不太好。所以如果对于趋势还不太了解，在技术面上还有一些不足的同学，您想要更好的去补充您对趋势的认识和如何去交易趋势的话，可以在找到助教之后呢，及时报名我们本周的课程。本周课程已经开始，
所以如果您是今天才看到阿哲的视频，那么记得及时找助教去报名我们本周的直播课。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个股解析。那么个股解析的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当下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已经偏向于不太好的一个结果，因为它的上行通道下沿已经跌破，而且跌破之后的反抽力度目前无法去确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边沿是不是已经被破了一次反抽涨上，本来是很强势的一个反弹，当第二次又再次打了一个临近的低点，所以从小级别来看，它是不是日内走了一个下行的趋势，反弹不过左高，而后下跌有新低，所以在关键支撑位附近出现这种向下推动是比较难受的。我们这里一定要有一个反弹的强势力度，股价往上反弹要破左边的高点，只要短线日内先破左边高点，日内先转势，而后回踩不破这个趋势，那么价格走势才有机会往上去走我们所要的中期底部行情。但现在呢是苦苦的靠一个5连阳的低点撑着支撑，所以当下它有一个支撑是5连阳的这个10日线的低点，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支撑位，但仅靠这个支撑呢是不太够的，所以最好就是能够往上走，日内呢能够重新破左高，而后回踩不破，那么这种情况下中期低点才能够继续延续去往上看，否则它这种推动一旦下次反弹依旧不能破左高，那么这里将容易出现一种启动的阴线，把左边低点打破，那个时候就彻底就说明前面的这个下跌它只是刚开始，只是对于趋势反转的刚刚开始。一旦跌破这个区间，把前期这个缺口附近，把之前这个低点附近一旦跌破，那其实就算是用颈线位的破位，那么这种颈线位破位后的反抽呢，就将是逃跑的一个机会，而不再是我们说中期布局的机会。所以这个结构有点改变，这里要特别注意啊，特别小心。我们再看到上海趋势图上的趋势分析，目前所看的是上海趋势图的图表，在中长线看涨的趋势行情当中，我们也因为龙门线的回踩不破二次回探，确实当前呢是阳线多阴线少，所以又有龙门线的支撑，我们认为这里有中期以上底部的机会，所以刚才我们才说啊，你要在这里出现不错的结构，那其实中期底部是有机会形成的。不过中短期呢依旧不太给面子啊，它依旧是很强势的这种顺势单边的一种下跌，所以在这附近就产生了这种收敛的状态，有强压力在上方，底下又有一个支撑，就看谁胜谁负，所以这里要选择一个方向后再去上仓位，所以我们这里要的是往上破，刚好破左高的时候能够把飘带破了，那么飘带转子带二次回踩做加仓点，那个时候是右侧买点。现在呢就是相对风险的左侧布局啊，我们价格看一下，右侧的一个服务线是417.116，要股价突破它，后续回踩才比较好去做加仓布局。我们也可以看到周线有点不好的就是它已经把飘带给破了，破飘带不代表一定会走空，但是破飘带之后如果不能够止跌，它往往说明空间上是要往龙门线去调的，所以破飘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旦有破飘带的行为产生，那么这个地方在日线如果还伴随着龙门线的跌破，就比较大的风险。所以当下破了飘带，它是有止跌的，它有一个长下影线，但这个影线的地方如果还不能够撑住，而是继续下跌，它可能就会引发市场进一步的空间，就是往龙门线的调整。龙门线目前可比有点远，274.339，所以这个地方最好是不要破这个结构。如果是把这个结构破了之后反抽黄色带，无法去站回，那么这个地方就容易出现类似的这种更加深幅的调整，结构就会破了，中期的底部就谈不上了。所以我们当下最好不要在这里去跌破关键的价位，而是能够突破关键的压力。这是阿哲对于特斯拉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的图表在一个黄色飘带下，所以它的一个中短线是偏空的啊，或者说已经走空了，而后龙门线呢也是被跌破的，这种跌破幅度是连续的2个跳空缺口，所以这种跌破大概率也是有效的。所以当前的亚马逊呢就是在龙门线破位之后的反抽行情，而后空方较强，目前反弹到黄色带。我们说这个黄色带向下出现黄色 K 线，那这不是跌破之后就是一个高点的一个风险，所以当下这里它肯定不是一个继续加仓的点位，它是一个反弹之后应该去获利兑现的一个点位。好，所以目前这里呢压力位是谁呢？我们看到它的压力位下沿就是我们的游龙线 207.489， 那么下一个压力位是 216.625， 整体是空方趋势。而我看到周线上，周线是不是也对于飘带是跌破的？跌破之后一般我们说这个地方是跌破的一根，跌破2根，如果跌破正常2根 K 线要止跌，那么有机会它会形成反弹，甚至呢是
一个更大的低点。像这种破飘带之后跌破1根2根，它是容易止跌，然后只要后续仿包强势，容易上行。但这一次呢不太容易，更大概率是个反弹，因为跌破的 K 线太长了，是个长阴线，长阴线之后的上涨大概率呢无法强势，或者说无法一次到位，它就容易走震荡，所以这个地方它连这一根阴线的高点都无法去过，反弹3周目前没过，所以它这里的反弹力度不强，再加上周 K 线也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黄色飘带，所以整体来讲这里是一波反弹的概率更大，反弹到哪的问题而已。目前日线已经有第一个空方的信号，相对要小心了，只是这里的支撑还没有完全破掉，这里有一个顶分型的一个支撑位，左一的低点目前是没有破的。如果黄 K 破了之后减仓，这里再破，那么要注意了，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一个形成再次的一个高点，这个低点不破之前，往上还有机会去试一下伏5线。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的一个分析。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其实当下是否要买，其实看你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周期。如果您的周期是偏中线以上，其实这种地方呢没有必要去买，因为它还是一个震荡，而且是比较大的震荡。比如说它的方向是不明确的，在方向不明确时，你如果去买到这种区间，假如它是一个下跌后的反抽呢，那么这里如果在这里布局，那么对于中长线的人来讲，一旦这么走，那么就不太好了。所以如果你要更看长远一点，其实等它方向走得更明确一些，等它走出震荡了，你再去做交易可能会更好一点。当下呢就比较适合做短线的交易，就是你可以看它是一个震荡行情，那么震荡行情有一个特点，一旦大涨大跌容易见到高点低点，所以在连续上涨加速时呢容易见到高点，所以在这种震荡行情一旦加速不断跳空，它其实就不能够随便去追涨了，就只要是加速，基本上在上沿附近它就是一些风险，所以压力位附近出现加速触碰，一般来讲就是小心的。而股价下跌在下轨附近，一旦是加速下跌跳空下跌，很容易就有一些短线的反弹点，但这种反弹点呢要注意它的一个力度关系。像昨天这根 K 线呢是破角，但是窗头力度不够啊，甚至可能都不如指数的一个力量，它没有去仿包，又有缺口在这里，所以整体力度短线上也只能说日内可以看，但日线的一个止跌力度目前是不强的，缺口还在，最好能够补缺口，找日内回踩，那么还有机会。像缺口不补的话，这个地方风险还是有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上海趋势图来分析一下。当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目前这个下跌是把龙门线给跌破了，你会发现它的飘带是走震荡的。一般飘带走震荡，你发现它往上飘带是没有压力会被突破，往下飘带没有支撑会被跌破，这种情况下一般这种飘带就先不要去看了。我们更加要注意的是飘带要稳定的时候，往上回踩有一定宽度，这种时候呢它的一个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找飘带向下和向上比较明显的行情，那么反抽的压力是空方点，回调的支撑是多方点。而当你发现如果它上冲下跳，比如说它这个没什么压力反馈，是吧？也没有什么支撑反馈，这种时候就说明它是震荡，要么是宽幅，要么是窄幅。这个时候你用飘带的效果就会变差一些。所以当下呢就是不太适合用飘带，但是如果你要用呢，一般要用偏左侧的思维。跌破飘带之后，关注一下它跌破的2根 K 线啊，或者说破龙门线的2根 K 线，一般就可以去关注是否有止跌。如果破飘带2根没有止跌，那就看一下破龙门线2根，破2根。有蓝色 K 线，它跟黄 K 是反过来的，蓝 K 反包，是吧？这种情况下就说明短线呢有机会，但这个反包力度太强，空间就会变少。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也是一样的，跌破龙门线的第1根，跌破的第2根，所以这2天有一个多方力量出现，然后我们的买点一般就是2根里面偏低的高点，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作为突破，然后看涨，然后它是一个下沿附近，所以短线看涨点呢可以看到左边这一个震荡区间的高点。算是短线有一定空间，然后注意一下飘带的一个压力，如果有压力就不太好。我们看一下飘带附近的一个空间，飘带呢是 186.759 和 186.294。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的分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 CoreWeave。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Weave 的一个行情图表。CoreWeave呢，它在周线上其实在走一个震荡。周线我们来看一下低点在这里，低点在这里，它的左一，也就是说底分型的左一，它其实在这个地方。所以本次的一个日线的一个反弹结构，或者说反转的一个态势结构，它其实最后是达到了我们底分型周线上的一个左边的高点，而后出现回落。所以当前这个地方它还是一个震荡，然后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反弹黄飘带收顶分型滞涨。那么这里的回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这个回落力度强不强呢？其实不算很强，因为这里也有一个顶分型，
好，顶分型左翼的支撑在这里，所以当下呢有一个左翼的压力左翼的支撑，当前在这里博弈，多空之间呢还没有完全选择一个方向。不过我们在里面最多就做短线，是吧？下沿附近找支撑，上沿附近呢找压力，然后找空方点、多方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日线上，日线上的话，当前这里是有一个支撑点位的，因为每一个被突破后的蓝 K 呢，它再次被回落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支撑位。包括前几种地方，其实只要被突破，后续回踩时呢，是能够认为它有二次支撑的。黄 K 也是一样的，黄 K 被跌破，并且顺势有一波下跌后的黄 K， 后面二次回探的时候，黄 K 一般来讲，这颗是会有压力的。所以当前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地方的蓝色 K 线它是有一个支撑点，好，支撑点出现最好能够在支撑位附近产生买点，这个买点尽可能能够强势止跌、反包阳线、强势底分型。都可以，所以当下呢，它没有出现蓝 K， 还不够超跌在支撑位附近呢，它这个地方的止跌力度也不强，它只是一个假阳线，所以当下最好有一个反包 K 线产生，而后去看短线的反弹，往缺口去回补，去看这个短线是否有操作空间其实是有的，但是风险性它比较大，因为它这个下跌力度太强，所以这个地方的压力会比较重，不一定会跑到黄色带上，黄色带的下沿压力是 91.154。下一只个股看到谷歌，谷歌整体的走势是一波下跌之后的反弹。那为什么说它是反弹？因为它是黄色带，所以本级别只要是黄色带，它的反弹的概率就会大于反转的概率，除非能够破除黄色带。目前很明显没有，像之前呢是长时间的紫色带所以这个行情呢就适合做多。而目前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往左破低点的动作，那么又转为黄色带。所以谷歌呢，它已经不适合你再盲目的去看涨，或者说直接持股长时间拿着。之前可以，现在呢不太行，它有可能要走一波升幅回调，然后再去关注它的一些抄底机会，或者说投资的机会。当下黄色带依旧形成压力，没能够形成有效的突破，只能说这种空方力度不强而已，它的整体砍跌还是有的。蓝 K 呢被突破之后，目前回踩是吧？二次回踩，蓝 K 有支撑，不过没有启动。我们再看到周线上。周线上的话，对于我们中线以上，我们看到周线它依旧是一个紫色带，紫色带往下调，目前我们的买点应该是突破紫色带，所以最好的话呢，能够在紫色带上出现周线的反包阳线，或者说至少要站上飘带上沿 315.399， 才有那么一点机会能够日线出现止跌行为。所以周线上来看，趋势没有完全走坏，还有机会能够顺势向上。但是必须要有明确止跌，目前很明显没有。而日线如果维持这种弱势，那周线止跌呢是不太现实的，是有可能会由日线维持偏空，而后转而影响周线的破飘带，这是要注意的。我们看一下周线的飘带 320.436 作为飘带上沿的一个压力。如果谷歌能够回踩我们的蓝 K 不破，二次启动突破飘带，那么股价后续的回踩能够有所支撑，那么周线上呢就有机会能够产生启动止跌的机会。周线止跌，那么日线将有机会回归到紫色带，延续新高延续趋势。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很长时间这种延续的一个黄色飘带了，就只要是黄色飘带呢就要特别注意，就哪怕它只是日线的，你说我投资的不是日线，我是周线的，但是也一样，就日线小，就是日线所形成的黄带如果持续时间很长，它必然呢也会影响到周线上。就每一次的周线如果出现回落的时候，它没有明确止跌之前，就不要随便去日线抄底。所以日线的一个行情它会影响周线，周线呢会制约着日线，所以日线一旦延续着黄色带，它必然会在某一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周线上。所以当前的行情就是日线还在延续黄色带，那么周线就不能够随便抄底，只是周线这个地方有一个白色 K 线超跌，就周线已经超跌，那周线超跌的话又在龙门线附近，那么这个时候它有机会是产生反弹的，但是这个反弹的买点你要在日线去找。目前日线的第一个买点是之前这个地方的运线白 K 上破，当破完之后呢，反弹空间就到了。目前二次回踩白色 K 线，这里有反包 K 线，但是空间很窄，因为飘带很近，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放弃，等到突破之后回踩再去找买点可能会更好。好，看到飘带的一个压力 156.554， 如果这里能走出周线止跌，那么而后日线产生买点，那么其实有空间哪怕是修复龙门线一半的空间也是不错的。下一只个股也是我们标记了绿色块的个股。那么像 MSTR 为什么标记绿色块呢？因为它有机会了。比起很多股票呢，它连黄色带都不能突破，至少 MSTR 在短线上来讲，它突破了黄色带。
价格也是走了2次回踩，但是它的启动呢比很多股票要早，很多股票刚回踩，那么它已经呢是突破了飘带，而且飘带走窄，所以当下你要关注就是它能不能维持这种动作，能够维持在飘带之上回踩，不要跌破转为止带，那么后续将是能够做多的标的，但不代表突破就一定会反转，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2次回踩的地方，如果突破之后回踩是直接跌破的，那不行，突破之后回踩不能直接跌破，突破之后回踩得要站住2次启动，那么看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关注跟踪。周线上的机会在于它的下跌也是连续白 K 了，但是如果日线启动，那么只能先看反弹，因为这个地方的压力比较大，又是黄色飘带，又是龙门线。我们看一下这个飘带的区间，日线上的支撑 129.604 133.997， 这个地方最好是能够守得住不跌破。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像微软的一个行情走势其实也是一个黄色带的不断的下跌，所以日线上呢是没有机会的，日线上也不可能在这里存在我们的右侧买点，它还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黄色飘带之下呢，它是看不到这种右侧启动点。那么为什么说它有可能是一个超跌反弹的地方呢？因为从周线来看，它处于一个关键的点位上。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是上升趋势，那么关注它的前期的低点，那么这种上升趋势当中左边的低点它正常是不会被跌破的，是吧？左高一般会被突破，所以这种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如果它是维持一个上升趋势往下靠近左边低点区间的时候，一般来讲它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撑位。所以在关键支撑位，目前的微软呢是刚好也有一个龙门线的支撑，然后在升息周转当中是不是一个8OK 线？所以目前的微软它是一个临近升息周转，然后又有白 K 消失，又有前面趋势的支撑。所以当下这个点呢，它是属于一个我们说如果出现做多信号是一个比较高概率，或者说你应该去找机会参与的一个地方。好，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可以的话，周线出现反包阳或者说白 K 突破等等的信号会更好。如果没有，就稍微等一等，因为周线这一波如果能够反弹，空间是有的。442.355是周线上的黄色带，那么在日线上它的龙门线是486.941，是吧？整体空间它还是有的，所以这个可以去期待。那么日线呢，它起码得要先过飘带，飘带上沿412.35。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博通，博通的话不太好，它是有点破位了。它之前这个地方有一个龙门线的支撑，然后有一个我们的飘带的一个压缩，走了一个三角形收敛，但这个收敛状态之下呢，它不断的把这个下沿的支撑给跌破了，而压力呢是越来越难以突破，高点在降低了，所以当前在小级别上出现了这种推动形态，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太好。它如果要转势，一定要很强势，再次站上行。现在有点难，飘带呢和这个龙门线粘合，所以这里将是一个强压力，这个强压力区大概是330附近这是个强压力。股价但凡后续无法去突破，那么这里往下其实就是说明前面是一个中继下跌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下跌，还有空间，就要小心了。从周线来看，也是刚刚启动的下跌的位置，因为它刚出现了股价破位一根，破位2根，然后这个高点是没有突破的，这个低点目前呢也还没有被跌破，所以当前在这里震荡，但已经转为黄色带，股价反弹呢确认了它的压力。如果在这里出现往下破，那么这里将是一个容易出现加速下跌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空间是否打开呢？关注一下这个地方，如果一旦出现反抽不过往下，那么将是空方进场点。那么多头在这里是慢慢的越来越弱了。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也是空方趋势下，然后市场它是不是也是黄色带向下在压缩过程当中也是往下倾向于跌破这个龙门线，所以 AMD 的风险也是有的。从周线来看，它在走升息九转的4号 K 线，如果它延续九转，那其实还有比较多的一个周 K 线需要走的。当下呢 AMD 也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但蓝色 K 线呢，它出现不代表就直接是买点，它必须得要是蓝 K 超跌后有反包启动才行，所以它有可能会延续。目前的 AMD 也同样的趋势不太好，周线破位也是刚破位，如果反抽确认一下，压力有效，后续的空间也是不小的。所以当下像 AMD像博通这种在龙门线附近盘整之后往下行的，就特别小心了。如果做多的这种股票肯定不能作为首选，因为它比较难以去短期走出特别好的这种多头表现。我们看龙门线，它的一个支撑是 198.785， 目前还不算有效跌破，因为它是有低开高走的阳线。然后压力的话呢，
有龙线是 204.957， 上沿的话是 216.56。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OD 在震荡区间之内不断出现了黄色 K 线，它的周 K 线其实有一个九转产生了，九转产生之后它其实有止跌的动作，只是止跌的力度目前不算很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太好的地方在于左边的下跌有点强，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左一 K 线底分型呢高点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里将是一个压力，周线这里的8号 K 线高点将是一个压力，所以它这里走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出现止跌，而是容易出现震荡。所以目前的9号 K 线它呢还没有被确认突破，周线上呢还没有收盘，所以目前来看它是一个底位盘整，有机会向上去确认一波超跌反弹。但是日线的买点是不太明确的，因为它的低点还在不断创新低，高点还在下移，这里最好能够往上再往下，是吧？这种买点呢会更加好一点，否则这个地方是黄色 K 线的黄带附近，它呢就不是作为一个好的买点的地方，也是周线有机会超跌反弹，但是日线表现一般般，没有买点。我们再看到 APP 其实跟它的一个我们的结论是差不多就是容易产生反弹，但是周线上它并没有一个确定信号，因为周线的9号 K 线刚刚出现，而后蓝 K 的消失，但是它没有在上周反包，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一个8的压力在这个地方，所以最好周线能够收过去。那么这里有可能反复呢是往上去反复，那么它的下沿是 527.958， 那么对应的其实就是在龙门线附近有一个共振的日线周线的压力，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更大概率呢是一个反弹，就哪怕还有上涨空间，它也是一个对于这个位置的反弹。反弹之后如果再往下就是继续的空间打开，只是一波反弹概率呢会更大一点。而后我们再看到半导体3倍做多，半导体3倍做多目前处于一个临界点，就是它有可能是一个砸盘低点，也有可能是趋势反转。所谓的砸盘低点就是飘带出现跌破的时候，就飘带如果出现跌破，但是在1-2根之内就止跌，并且有快速反包，这种情况下有机会成为砸盘低点。关键后续能不能够快速过左高，如果往下跌，跌破快速的跌破1根跌破2根，快速能够反包，这个地方过左高，所以这里是砸盘低点。当下呢又出现了跌破1根2根，所以这里呢是一个支撑，而后要快速反包，而后去过左高，这种地方就是砸盘低点。如果这个地方反包之后不能过左高，亦或者是这个地方它不能反包，而是反抽之后就破位，就说明它这里是一个继续走空的下跌的概率会比较大。所以当前的半导体3倍做多，我们之前在新高之后提醒过要注意风险所以这一波下跌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买点，一定要有一个反抽强势确认才能够去看涨是否能够新高。周线来讲它有一个神奇九转的一个风险信号，所以当下呢要小心，九转之后它容易陷入调整，是吧？九转之后容易陷入调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ircle 目前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这个黄色 K 线呢不只是日线的，它在周线上也有黄 K， 所以日线周线都有黄 K 的话呢，这个地方就是你觉得不能追涨的地方。如果你要买，同时它也是我们标记了这个绿灰色块的，也就是说它也是有机会的，它的机会在于它的结构性的破坏。目前的下跌已经是通过这波上涨已经破了左边的高点。好，接下来你只要确认一下回踩紫色带，这个地方只要缺口不补，只带支撑，那么找启动 K 线二次看涨对于龙门线的一个试探就可以了。所以当下呢就是二次回踩的地方，就是第一波反弹已经做完了，在加速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减仓就行了，去止盈就行了，不要考虑其他的加仓或者说一直拿着不动，因为二次回踩不一定会成功。所以我们这里要关注的是黄 K 后的二次回落是走震荡还是回调飘带附近。目前的飘带呢比较远，它后续肯定会慢慢爬进的，后面我们再去关注。现在是 68.975。 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Meta 的结构就不是很好了，因为它是一个紫色带突破龙门线失败，它有点类似于价格跌破龙门线，然后多次确认龙门线的跌破有效，就龙门线的压力比较有效，并且被多处确认，所以当下呢有点越来越像一个下跌后的反弹上涨空间。所以这个地方一旦黄色带确认压力有效往下破，那么这里将会形成一个反弹的结束，而且是很大级别反弹的结束，而继续的去下探，那么有可能就是要看左低了。所以当下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小心，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布局做多的地方，一定要把这种结构给打破才行。打破的关键在于龙门线要去回踩，不要再跌破，否则前面的这种反弹都是确认龙门线的跌破有效，那么后续就容易龙门线向下，那么这种结构就不太好了。所以当下的飘带先作为第一个压力 664.267 作为第一个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OKO
它就是龙门线有效跌破之后啊，目前也是在顺势的一个下跌。龙门线一旦有效跌破，那么价格走势延续黄带推进，你就要小心它不太容易被改变。一旦延续推进，你要小心它有可能会像 MSTR 等一众个股可能会延续一直动，一直往下走。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随便去抄底，因为趋势一旦形成，难以去轻易的反转。所以你要关注飘带的压力，每次反弹时是否有过的机会。如果连反弹飘带过都过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说明反弹是很弱的。好，所以这一个压力是 71.642 啊，是 OKO 的压力。不过在周线上要看一下，周线上的话呢，它是确认了空方趋势了，因为之前这一波有一波破位之后呢有九转反抽，没能够站回飘带之上啊，也是周线上出现过黄色带的无效的突破，价格走势目前是连续的下跌而且有破左低，所以但凡后续哪怕有反弹，其实也都是空方的机会，很难的说是多方的机会，所以这是 OKO 要去注意的。下一个股票呢是皮尔提亚也是要关注，就是我们在空方趋势之下，如果你非要去做多，我们在这种上行情当中就尽可能找强势的，有可能反转的，然后超跌反弹的。所以当下呢，就是它已经突破了这一个飘带，至少它比很多股票是强的。好，突破之后要关注它不要快速的往下跌，突破之后一般要关注2天时间鉴定它的强弱。如果突破之后快速跌破，那肯定也不行，要突破2根，然后飘带要后续转为支撑，止带回踩作为买点会更好。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关注的标的。之前反弹都不能破飘带，目前破了，所以可以看周线上呢也出现了九转，而且这个九转后本周反馈比较大，是吧？直接呢有一个明显的上涨，所以当下在九转周线上是一个反弹结构，空间呢是不是可以看到2个飘带的位置？那么这2个位置，那么一个呢是 158.623， 一个是 172.907， 这是呢我们第一个反弹的目标。当然目前还是周线只能看反弹，因为周线日线都是偏空的一个走势。我们再看到 Coin 它也是跟 MSTR 差不多的一个行情变化，也是破了飘带，但它早就破了，大家注意它提前破了，所以在这几股票里面呢，除了蛇口之外 ，Coin 呢也算是比较可以去关注的。它破完之后回踩，然后走震荡，这种情况下呢是容易继续顺势往上的，然后走为紫色飘带，所以这个是可以好好看一下的。它的一个走势会比 MSTR 慢慢变强了，然后在周线上它也是九转之后呢，目前被反包，所以当下看第一个目标是游龙线 213.774， 大概日线上应该是这个地方之前的九转的这根 K 线，所以作为一个后续再一次加速有可能蓄势往上走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这里能够破，是吧，那就看我们的一个周线上的第2个目标，那么将是 270.462， 270.462 的话就在这个高点之上，也就是说是在龙门线附近，所以这是可以去关注的。 Coin 的一个力度好像更强一点。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美光的一个整体结构，它呢并没有去走出像商倍半导体做多那样的新高，在破位之后目前在左高附近走震荡，这是一个弱势的表现，不算很好。周线上呢是一个九转形成，然后有一些逃顶信号，黄 K 出现，但黄 K 没有跌破，所以周线的一个很明确的右侧卖点。右侧就比如说你之前已经是长时间持有，然后成本不高，想要找一个周线上比较大的明确的风险，现在还没有，现在是震荡，那么就是黄 K 线的跌破，这个地方有九转有黄 K， 如果再来一个阴线跌破，就比较确认它的风险性。目前日线是一个震荡，至少不是一个买点，因为它的趋势跟之前不能比了，之前是比较强的。我们必须要找到的买点，最好呢还是能够新高之后的回踩买点。现在呢是不能够新高，如果出现跌破反抽转黄色带，那么这里呢将是一个风险点。看到飘带的支撑，游龙线 411.898， 负五线 405.42。 我们再看到下注股票是 MP 的话，这个位置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啊，它出现了一个9后13。那么目前阿珍呢把这个9后13调取出来了，也就是说这根黄色 K 线它除了是黄色 K 线之外，它还是一个13号 K 线。9后13是 TD 技术里面的更加进一步的左侧风险信号，所以当前呢是龙门线下破之后反抽飘带，然后黄 K 加9后13，所以这个地方一旦有滞涨 K 线，比如说三阳小顶等等的破位，往往是一个往下做空的地方，所以它这里不能够做多。它要做多的话，一定要先把这个风险给过掉，比如说它的9后13走的是震荡，龙门线不破，那么才能往上去看，以震荡或者说以调整但是不破飘带来去消化这个风险。目前是黄 K 9后13，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够因为它
以一根强势阳线突破龙门线就直接去看涨啊，所以这里要注意，龙门线的一个价格是62.472，然后飘带呢是58.717和60.335，关注这几个价格。以上就是3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